少商手执团扇，静静地坐在喜床上，一想到今夜要发生的事情，没来由的有点心慌起来。随着房门吱呀一声，男子踏着沉稳又愉悦的步子踏入房中。霍不疑看着少商紧紧握着团扇的手，一边笑着，一边取下团扇，戏谑道：“怎么如此紧张？怕我？我还能吃了你不成？”饮下合卺酒，看着身侧身体略微紧绷的少商，霍不疑圈住他，把人带入怀中。郎旭文雅又体贴，细心地给他卸了钗环，又给他添了饭菜，倒叫他紧张的心弦终于放松下来了。霍不疑慢慢放下床幔，熄了灯，只燃着2根龙凤喜烛。少商靠在他怀中，小小的脸贴上他的胸膛，生出了几分安心。霍不疑直起身子，轻轻地抱起少商，眼睛亮如星子，凝视着少商，眼里无限柔情。我家中无父母长辈，你来了就是我侯府女君，不必忧虑亲族关系，不必每日晨昏定省。我虽是当朝重臣，但朝中私交却不多，你也不必去那些无聊的应酬宴请，不用夫人外交。府中大小事务，无论田庄还是院子，一切都由你折腾。这是库房的钥匙，里面是我这些年的积蓄、金银钱财、田契地契。我的身家性命今夜起都交给夫人，夫人可要代为夫好好保管。他寻常总是冷着脸，面对谁都不曾有几分笑的模样，此刻温柔，真可称得上铁汉柔情。少商莫名有些感动。少商听着他的心跳，手中冰冷的钥匙已经被他攥出了几分温热，自己那颗扑通扑通狂跳的心终于平静下来。他像是找到安全居所的小兽，生机勃勃又天真懵懂。夫君，那个天色已晚，我们快快宽衣，莫要误了良辰美景。新郎官还在柔情百转，一诉衷肠，新娘子却急着洞房花烛。霍不疑有些哭笑不得，将小媳妇儿抱得更紧了些，埋头在她的颈侧，声音又低哑，含着某种少商不懂的情绪。娘娘竟这般着急？霍不疑好笑道。自然。少商理直气壮，掰着手指头数着时辰，现下离明日朝阳出来还不到3个时辰，要是咱们起晚了，阿兄他们定要笑话，传回都城也要被人说上许久。娘娘，新婚夜起就如此贤良，为夫莫不是捡到宝贝了？霍不疑戏谑道。少商手上的动作比嘴上说的还要快，这边厢早已动手去解霍不疑的衣服，无奈不知是对男子衣袍不甚了解，还是心中紧张，非但没有解开，还在他身上乱摸一气。本来心爱的人躺在身侧，自己又是血气方刚的男子，霍不疑突然觉得更加难以自持。他笑着温柔地看着少商。娘娘，还是我自己来。男子的气息扑面而来，像只野狼般贪婪着。少商只觉得他嘴里有股淡淡的药香，格外好闻，身子慢慢发软，呼吸也有些急促。他突然觉得无比燥热，用手推了推他，谁知那霍不疑力气大得很，反而越靠越近。他用手去触碰，竟是男人的胸膛，渗人的刀疤密布，他的手一点点慢慢划过，眼角抑制不住地流下泪来。霍不疑感觉到他的异样，停下手上的动作，看他泪眼朦胧，心疼道：娘娘，你怎么了？这5年，你到底受了多少伤？少商心疼的眼神让他心底格外温暖，他的吻接而落下，带着些温柔和安抚，衣裳洒落一地，帘帐慢慢放下。夜还很长。